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书《镊子》。这本书的作者是作者姓名、作者简介、如出生年月、主要经历、创作风格等。他在文学界有着独特的地位，其作品往往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对人性的犀利洞察而著称。镊子便是他众多杰出作品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镊子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那些被忽视、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它是一把钥匙，能够开启我们内心那扇通往自我认知和觉醒的大门。它更是一盏明灯，在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迷茫、困惑的时候，为我们指引方向。这本书所蕴含的价值，对于我们每一个在生活中挣扎、奋斗、寻找自我的人来说，都是无价的。它可能会改变你看待世界、看待他人，尤其是看待自己的方式。当你翻开这本书，就如同踏上了一段充满挑战却又无比珍贵的旅程。这段旅程或许会让你痛苦，让你流泪，但最终它会让你获得新生，让你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生活。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人生中，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镊子，被误解、被排斥，仿佛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张爱玲，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同时也饱受争议。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斐然，可他的性格和人生选择却让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就像镊子中的那些主人公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地坚守着自我，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和误解。但正是这种坚守，让他成为了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那么，《镊子》这本书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魔力，能让我们在面对类似的困境时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的世界。1. 关于孤独与自我认知的探讨。在《镊子》中，孤独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书中的主人公们，他们身处社会的边缘，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无法真正接纳他们。这种孤独并非简单的无人陪伴，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被世界遗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种极致的孤独，成为了他们自我认知的起点。他们在孤独中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探寻自己存在的意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孤独是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当我们处于孤独状态时，我们的注意力会从外界转向自身。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思想和情感，这种反思是自我认知的关键步骤。在镊子中，主人公们因为孤独，没有了外界的干扰和束缚，能够更加清晰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旅人，虽然孤独，但也在不断地寻找着那一丝光明，那就是对自我的认知。而且，这种孤独还促使他们打破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束缚，去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书中所展现的孤独与自我认知的过程，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宝贵经验。当我们感到孤独时，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我们可以尝试像书中的主人公们一样，利用孤独的时刻，静下心来，与自己对话。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通过这样的自我反思，我们可以逐渐加深对自己的了解，从而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这种自我认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时，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不再盲目地跟随他人的脚步。例如，在职业选择上，如果我们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我们就会选择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能让我们感到充实和快乐的工作，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或者追求物质利益而选择一份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书中有一段话深刻地描绘了这种孤独与自我认知的关系。在这无尽的黑暗中，我独自徘徊，每一步都像是踏在虚空之上。但正是在这孤独的深渊里，我开始看到了自己，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真实而又陌生。这就像主人公在孤独的黑暗中摸索，最终找到了自我。还有主人公在孤独中回忆自己过往的经历，那些被家人排斥、被朋友误解的时刻，都成为了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素材。他发现，正是这些痛苦的经历，塑造了现在的他，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2. 关于反抗与自我救赎的剖析。镊子中的主人公们不仅仅是在孤独中忍受，他们还展现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并非是简单的叛逆，而是对命运、对社会不公、对那些压迫他们的力量的抗争。在反抗的过程中，他们也在寻求着自我救赎，试图摆脱过去的阴影，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分析，社会往往存在着各种既定的规则和秩序，这些规则和秩序有时候会压抑个体的自由和发展。当个体意识到这些不合理的压迫时，反抗就成为了他们追求自由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在镊子中，主人公们的反抗是对社会边缘化他们的一种回应。他们拒绝接受被命运安排的、被社会定义的悲惨结局，而是勇敢地站起来，为自己争取权利。
这种反抗的逻辑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有改变命运的能力，即使这种改变是艰难的。同时，在反抗的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的反思自己的过去，忏悔曾经的过错，这就是自我救赎的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不合理的压迫和困境，这时候，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主人公身上汲取力量，学习他们的反抗精神。我们可以分析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找出那些不合理的因素，然后勇敢地采取措施去改变。比如，在工作环境中，如果我们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选择反抗，而不是默默的忍受。这种反抗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主动权，让我们不再被外界的负面因素所左右。而且，在反抗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进行自我反思和救赎。我们会审视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是否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不断完善自己。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主人公在面对家人的指责和社会的歧视时，愤怒地喊道：“我不是你们眼中的废物，我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我要反抗。”这句话充满了力量，展现了主人公的反抗精神。还有主人公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后，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一些错误选择导致了现在的困境，于是他决定改变，开始了自我救赎的旅程。他努力地学习新的技能，结交新的朋友，试图重新融入社会。这个过程就是他对自我救赎的实践。3. 对亲情与爱的重新诠释的解读。在镊子中，亲情和爱是复杂而又深刻的元素。传统的亲情观念在书中受到了挑战，主人公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然而，在这些冲突的背后，我们又能看到一种扭曲却又真挚的爱。这种爱并非是那种温馨甜蜜的，而是带着伤痛、挣扎和无奈。但正是这种爱，成为了主人公们生命中最难以割舍的部分，也是他们自我救赎的重要力量。从家庭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镊子中，家庭的矛盾和冲突源于不同的价值观、期望和经历。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孩子自身的追求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亲情的破裂。但这种破裂并非是彻底的，爱依然存在，只是被隐藏在了愤怒、失望和痛苦的表象之下。这种爱的逻辑在于，它是一种本能，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之间依然会关心着彼此，只是这种关心被各种负面情绪所掩盖。而且，这种重新诠释的亲情和爱也反映了社会变迁对家庭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理解书中对亲情和爱的诠释，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处理我们自己的家庭关系。我们可以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尝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负面情绪背后的爱。比如，当我们与父母发生争吵时，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他们的出发点是否真的是为我们好？他们的愤怒和失望背后是否隐藏着对我们的关心？这种对亲情的重新理解，可以让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力量。而且，它还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家庭问题时，更加冷静和理智，避免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书中有一段关于亲情的描写令人动容，在那看似破碎的亲情中，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丝温暖。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割舍的爱，即使它被痛苦和怨恨所包裹，这体现了主人公对亲情的复杂感受。还有主人公在经历了与家人的激烈冲突后，在某个夜晚，看到父母在房间里默默流泪，他开始意识到父母对他的爱是存在的，只是表达方式出了问题。这个场景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也让他明白，爱是需要理解和沟通的。4. 对社会边缘与群体认同的思考。镊子将视角聚焦在社会边缘群体上，展现了他们在社会中艰难的生存状态。这些主人公们因为各种原因被社会边缘化，他们没有归属感，游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然而，在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中，他们也在努力寻找着群体认同，试图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以对抗外界的排斥。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社会边缘群体是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的原因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在镊子中，主人公们因为性取向、社会阶层等因素被边缘化，但他们并非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在彼此之间找到了共鸣。这种群体认同的逻辑在于，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能够相互理解和支持。这种群体认同成为了他们生存下去的重要支撑，也是他们对抗社会排斥的力量源泉。而且，这种对群体认同的追求也反映了人类对于归属感的基本需求，即使是在社会边缘，也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对于我们来说，书中对边缘群体和群体认同的描写，可以让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我们可以学会尊重和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尝试去接纳他们。当我们遇到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时，我们可以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温暖。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种对群体认同的理解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性。它可以促使我们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为构建一个更加包容、
和谐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书中描绘了主人公们在地下酒吧中相聚的场景，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我们这群被世界遗忘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此眼中闪烁着理解的光芒。那是我们在这个残酷世界中的避风港，这体现了主人公们在群体中找到认同的感觉，还有主人公们在面对外界的歧视和迫害时，携手共进，相互扶持，共同抵抗外界的压力。这种团结就是群体认同的体现。孽子这本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世界。它让我们看到了孤独、反抗、亲情和群体认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它教会我们如何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寻找自我，如何在困境中重新诠释爱与亲情，以及如何在社会边缘找到属于自己的群体认同。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自我认知、自我救赎和人性光辉的探索。它鼓励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坚守自己的内心，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所以，我强烈地呼吁大家去阅读《孽子》这本书吧，让它成为你人生旅程中的一位良师益友。当你阅读它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要深入地去思考、去感受，让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走进你的生活，成为你思考人生、面对困难的参考。当你遇到孤独时，想想书中的主人公是如何在孤独中找到自我；当你面对反抗的抉择时，想想他们的勇气；当你对亲情和爱感到困惑时，看看他们是如何重新理解这些情感的；当你觉得自己处于社会边缘时，看看他们是如何寻找群体认同的。朋友们，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但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我们。《孽子》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火炬，在我们迷茫的时候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像书中的主人公们一样，在困境中崛起，在黑暗中找到光明。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有自己的内心力量，有书籍的指引，有无数个像你一样在奋斗的人。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旅程，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